萬馬齊喑誠可哀，讀誰是醜陋的中國人？鍾祖康。在明恩普、魯迅、博洋、孫隆基、劉曉波等人都已經數落了中國人無數的缺點後，醜陋的中國人這樣的課題還有什麼好寫？很奇怪，真的還有，而且寫得很好。拔刀相助的神話，相信任何心智上已經獲啟蒙的人也不會反對。傳統中國人，或者說是傳統漢人的社會，一般都是虛偽的令人作嘔的。比如父母或師長在我們小時候都會三令五申地教我們做人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要切戒各家自掃门前雪的民族陋習。但要是我們信以為真，有天真的給不幸的人拔刀相助，要跟惡勢力做鬥爭，我們便會馬上看到，這些曾經鼓勵我們要做好人好事，要有犧牲精神的人，往往是第一個上前阻撓我們仗義的人。一代人中僅有的幾個實踐家就這樣很快地幻滅了。這樣的道德教誨一代代地口耳相傳，不停地講，但實踐是絕不可能的。要是放開人道主義不論，這樣講一套做一套的人，包括我們的父母師長，活下去也只會令這個墮落的世界變得更加墮落。我常想，要是有人堅持在一個人人都不會行俠仗義的社會上行俠仗義，這會是怎樣的勇敢，怎樣可愛？特別是這個人會有怎樣的下場？現代豪俠吃盡苦頭，這樣一個要硬闖中國野獸社會的現代豪俠，筆者最近終於發現了，他是梁曉聲，在中國的文化界名聲不小，寫有頗受歡迎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還有雪城、浮城等。他以自己在大陸社會無數因看不過眼而冒死給弱者拔刀相助的經歷為骨幹，寫成《誰是醜陋的中國人？93斷響》一書。作者也以實例刻畫了大陸社會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出現的瘋狂百態。一次，作者又目睹了2個壯健的北京人流氓欺負一個蹬着平板車看來是來自鄉間的青年，企圖敲詐，態度兇惡。他馬上就決定這事兒他一定要管。然而作者只是個子不大，長期伏案寫作，害上了頸椎病，滿身都是大小毛病的汉子。他馬上從水箱抓起2只水瓶子，一手緊攥一只，向2名流氓嚴正宣戰：3個數以內你不放開他，老子就叫你腦瓢開花。1、2，他那時心裡盤算着，我想我當時的樣子大概確實使他們意識到，碰到一個不要命的。頸椎病令我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视別人的時候，脖子也是顯得硬挺地硬着，頭也是側着，盡量將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一個比方，鬥牛場上的鬥牛一般就是這麼地瞪着鬥牛似的。他還沒數到3，2個流氓就給嚇退了。作者冷醒下來後有這樣的判斷，他們不算是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2個準流氓。這種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相當不少，並且已經在逐漸增多。平時他們混雜在正常的人群之中，一個個人模狗樣的，總不至於被認為是流氓。但在某些特殊的，哪怕稍微特殊一點的情況下，他們便會產生某些醜陋的和邪惡的兇狠的殘暴來。比如落井下石，以強凌弱，遇到可以坑人一次，虐同胞以消遣取樂一次的機會，他們是絕對不会放過的。又一次，作者排隊买火車票時，看到公安把排队的人完全像牛像馬地用警棍敲打，便忍不住批評幾句：同志，你是人民警察，這樣子對待公民，影響不就惡了？秩序本來就是由於你們售票人的做法不當才搞亂的嘛。話音未落，公安的警棍已經狠狠地倒在他的胸口。他還是压低聲音說：這跟解放前的舊警察作風還有多少區別啊？鬼知道公安耳朵那麼靈，他馬上被揪了出來，肩上又挨了一棍。更糟的一次是，作者為了救一個被众人往死裡打的嫌疑小偷，而被人群殴至遍體鱗傷。作者在言論上的膽子也是大的不要命的。如人權問題，他說：我想坦率地說，我們中國在人權問題方面值得我們自己反省和憂患的陰暗面，有時候的確是令我們不能不搖頭嘆息的。就申辦奧運問題，他說：對於中國申辦奧運成功與否，並不抱興奮和失落截然的心理，
舉辦一次奧運會至少需要8億美元，這麼大的一筆投資，據我看來，如果不夠用來將全國大中城市那些目前仍存在着的低矮破舊的民宅一次性的全部推平，蓋起樓房，使老百姓早日住進去，至少也能一次性的解決掉1/3這種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大難問題吧。就經濟改革，他說，問題在於除了1%都不到的先富起來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如魚得水，絕大多數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裡活得很困惑，很迷茫。見死該救還是不該救？作者這樣自問，從小就愛打抱不平，因而自討了許多苦吃。而我又經常奉勸自己，梁曉聲，你已經44歲了，你已經不再是血氣方刚的年齡了。爬格子這一種你自己選擇的活法，早已經大大耗損了你的健康。你早已經不是當年在兵團抬大木頭的那個梁曉聲了。你若有個3長2短，你的老婆孩子就該落到很可憐的地步。但是每遇到這些事，還是不能夠保持矜持的沉默。作者一再沉痛地追問，為什麼在我們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見死不救的事層出不窮？一天，作者碰巧在大學的課堂內，看到學生在熱烈辯論見死該救還是不該救的課題。他對於這樣的問題也要爭辯感到驚訝，但討論結果更加令他困惑，意見嚴重分歧。為此，作者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他拿這個問題就教育一些中小學生。高中生說，救當然還是要救的，不過要盡量避免犧牲自己。初中生回答更趨一致，小貓小狗能救也該救啊，何況人。小學生和他的小兒都清楚地說要救。作者想，如果兒子以後讀上大學，又和我重新討論起見死該救與不該救的話題，我應該說他學有所得呢，還是該認為大學誤人子弟呢？原載於1996年香港《星島日報》。